绿杨石桥，水乡清楚，落日楼台，初寒殿阙。华夏每一片土地的上空，都有过风筝的踪迹。抬头望风筝，也成了我们的共同记忆。而这些记忆的根源，是创造并传承风筝的风筝手艺人们。谁发明了风筝尚无定论，但在2000多年前，我国最早关于风筝的描述就已出现。韩非子《外储说左上》记载：墨子为木渊，3年而成，非一日而败。此后，风筝多用于测量与通讯。据传韩信曾用风筝测量其与宫殿的距离。又如侯景之乱时，梁简文帝萧纲在重围之中用风筝将求救信号传至宫外。5代之后，沿用至今的风筝这一叫法才出现。传说李业在纸鸢头部加上竹笛，飞行时引风入竹，声如鸣筝，故名风筝。自风筝作为娱乐工具开始流行，便有了以制作风筝为生的手艺人，直至今天。风筝手艺人制作风筝所讲究的传统四艺在业内世代相传，即扎、糊、绘、放，分别对应骨架的绑扎、遮面的裱糊、图案的绘制以及为放飞做调整。风筝骨架都用竹制成，手艺人需要依次进行选料，挑选品种与年龄最合适的竹料，劈竹，制作长短粗细都适中的竹面，烤型，增加竹面韧性，扎架，确定骨架形状。这些处理让风筝结构扎实，受力均匀，足以应对高空的乱流。接着需要在骨架上蒙面料，手艺人使用乳胶或针线将轻巧有韧性的纸或丝织品固定于骨架表面，确保完全贴合。弧面的松紧和有无皱褶都会直接影响风筝的放飞效果。手艺人还需要根据不同的风筝决定糊与绘的先后顺序。若是制作对工艺要求较高的款式时，会先糊好后进行试飞，确认性能后再绘制图案。而画面较复杂的风筝会先绘图，确保其对称、均匀、精细，再将这些纸张固定于骨架之上。在这些基础手法之上，各地手艺人结合地域文化与民间艺术，创造出大量样式各异且极具特色的风筝，进而形成不同的流派。比如潍坊的风筝手艺人们，融合了杨家埠木板年画与精湛工笔技艺，善用鱼、蜉、蝉等民间喜爱的意象，让潍坊风筝名声远播。此外，潍坊的手艺人还制造出龙头蜈蚣风筝，拥有立体龙头和圆片组成的龙身，最长的放飞后可绵延数千米。而北京的手艺人们将风筝技艺与宫廷艺术融合，做工精巧，色彩艳丽，其中最为人喜爱的是灵巧的纱燕造型，并加以蝙蝠、寿桃、铜钱等纹样，以表达阖家欢乐、福寿满堂的祈愿。天津风筝则吸收了民间与宫廷风筝的特点，还发明了折叠风筝。1915年，代表人物风筝卫的作品被选送至巴拿马万国博览会，荣膺金奖，让中国风筝艺术在世界舞台上获得瞩目。还有别出心裁的南通风筝，代表性的板药风筝平整硕大，造型独特，手艺人还为其安装了几十乃至数百只葫芦、果壳所制的哨口，放飞时会发出抑扬顿挫的啸鸣，被誉为空中交响乐。2000多年来，风筝已经发展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手艺人们或通过家族传承，或通过拜师学艺，将这种传统艺术不断传承创新。风筝甚轻，却像船锚一样稳稳沉淀进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河流。倘若还有长风刮起，总会有风筝源源不断御风而起。
承载着美好祈愿与辉煌艺术，腾飞至华夏的最高空。